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二12点尊享我家那闺女2024 SVIP 额外抢先1周观看下期正片，每周3加更版，每周1闺女和她的朋友们解锁更多精彩内容。Hello， 今天是回到家的第3个晚上，第3个晚上说晚安，然后今天是陪刚哥的一天。今天呢，其实比较 free， 就是想着能带我爸爸出去逛逛，因为我跟他记忆中吧，就是我单独跟他很少，不是一家人一起，就是在家里面2个人，就没有说出去玩过，很少很少。就是我爸平时一个非常节省的人，就是他绝对不会，除非他喜欢的热爱的事情，他绝对不会乱花钱。所以今天一听说是要给他买东西，他就慌了。然后就是一起看了小时候的那些照片以及他们照片，我爸妈是真好看，特别是我妈，我觉得我妈妈就是独一无二的长相。我以前问他就是生我痛不痛啊什么的，他说不会呀，就是想到你要出生了就很幸福啊。我今天看日记才知道是那样的，但是我也憋住了，我没有哭。是时候说晚安了，晚安，巴卡巴卡，晚安，闺女。噔噔噔噔，这是啥时候的照片？对，哇，郎才女貌，好好看啊，太好看了。妈妈，你长得比我有韵味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拜托，就是亲爱的，别说我，就是有辨识度，又有韵味，太好看了。这这样真的放现在的穿搭都是很好看。什么？这张94年清明节，整整40年哦，今天30年，整整30年。是妈妈那时候还没生你的时候写的，比我也好看。宝宝还有20天左右就要出生了，不知道他长得是怎样，什么俏模样？是整个像个俏模样，像爸爸还是像妈妈？但愿他长得像爸爸，因为人们常说女儿像爸爸有福气。真的没想到取名字会这么不易。哦，这么多，芊芊，有什么香香的事？不想学，这也太随意了。招厨，特殊。这个是你的脚印，脚印，满月足印，这么小，这是那时候什么，非要去看中山公园一个什么展，那个什么埃及的，吓死人了，回来就发烧。哎，木乃伊拉我那个画面，我现在都记得。然后你知道妈妈带你排队，非要去啊！我说妈妈不去了，然后排队排了好长时间，小时候就是特别倔，然后都满足他，反正就是都满足你，各种满足。我还蛮喜欢这个时候的。这个快在海洋馆里面快过春节了，就穿得很节日气氛。因为小时候都是周末我一休息都是陪你到动物园啊、植物园啊、什么园啊，各种园，周边的园都去够了。
所以妈妈呢还有机会陪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因为父母最好的爱就是陪伴，这是最好。你那时候2岁，你很喜欢说话，你可以说一整天。然后我下夜班呢，我带你呢，我想睡觉，知道吧？然后你在旁边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就说得我睡着，就没事好好陪你，就应付你，知道吧？我现在觉得很后悔。陪伴是最好的。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遗憾的，或者说在任何在爱里面缺失的东西，所以就是可能在我的青春期，我没有经历过太多任何刺激性的东西，就是我的每天就是很开心的上学放学，跟朋友一起玩，就是之前确实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，因为你们一旦发现我可能会经历一些事儿的时候，会帮我，不管说什么呀，什么有男生靠近我，还是说什么感觉我会遇到一些麻烦。就是这种时候，就是很多时候都是你们可能想替我少一些就是苦难的东西，或者说烦恼的事情，你就帮我挡在前面了。这个跟卢晓谈一谈嘛，我们觉得他确实很多方面，心智啊各方面都确实成熟。你像你这么辛苦了，然后几乎我记得是去年是23年过去，22年几乎没跟他怎么见面。21年的春节到22年的春节，已经有3个春节不在家，至少。我们是很惭愧，没有去经常去探班你，去给你做饭，去干嘛的。就是学会你把这个统筹的事情，就是说怎么样去见缝插针的休息。我们应该想我们能做一些什么事情。你们没有什么要做的，你们只要让我看到你们是开心的，然后幸福的，然后没有那么劳累的我就好了。你们只要不要就是你的成绩的话会影响我，就你们不开心也可以，但是可以随时跟我说，就不要说想到说哦小小他现在忙不忙，或者说小小现在会不会说这个东西影响他心，他会不会有多想？我们是最亲的亲人，好吗？这个也得面现实啊！你在拍戏的时候去跟你发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就是人的分享欲是很重要的。你是希望我们跟你分享？就是你们不用担心说什么哦，我看到会怎么样，就不用觉得像麻烦我，为什么会麻烦我呢？我就算忙，我也是有时间看手机，或者说，我们是觉得你睡眠严重不足，不想浪费你1分钟。我可以不回啊，我可以看到，我知道知情啊，你也可以当留言板一样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 OK， 我举手，我知道了。就是他有时候过来给我打电话，我可能当时候正好在拍，或者就是会不会打电话，就或者我当时正好在家里面忙个什么事情，然后在收拾个什么东西，或者要处理工作，然后他可能打或说我妈待会儿啊，我晚点再给你打，然后他可能就觉得我语气着急了，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打扰到我了，然后说哎呀好不跟你说，反正怎么，然后就挂了，就是我就就是。你看我就没有这个焦虑的问题，我就知道他工作肯定在忙。那这个确实是问题，就像任何就是什么男女之间也是，就是你要是比如说缺乏沟通，然后又什么异地，然后肯定就是那会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就是想多了或者怎么样，我就没办法，因为你通过文字或者语言你是感受不到对方的心情的。就是说，还有呢，跟个人不是因为你啊，而是我自身，比如说我在更年期，然后我心理上的一些，这样是我自身的问题。没事，这个不要觉得我从来不会对你有一丝的烦或者怨言，就是从来都没有过。OK，明白，妈妈知道了啊。这个，就他可能会觉得你烦，但是我不会。你能不能穿上今天早上给你布置的衣服？这是我给他的，不喜欢。所以没关系，这不是他，他是很正统的人，他穿休闲就怪怪的。没有，我就觉得穿的什么样都可以，好吧？OK， 今天水录一下。是，没关系。我觉得那种氛围中也是开心就好。到那儿去那个市场人都还是年轻，都蛮有活力的。你爸爸今天年轻了一把。我是年轻了一把，但我自己去我是不太可能。谢谢你今天让我摆布一天。还可以吧，希望开心都开心就好。谢谢宝宝一片心意。好了，
快12点半过了。早点休息。跟大家展示一下我刚刚打包的，给我的好朋友送的我的梅子酒。这个梅子酒呢，最好是用云南的胭脂梅，这个季节就可以开始酿了。然后呢，还要用高度的粮食的白酒，然后还有冰糖，这3种成分一块酿。起码这个酒得3个月才能喝。好几次我这个大罐里面挺漂亮的，朋友来了就想喝，我说不到3个月绝对不能开封。3个月其实都勉勉强强，梅子的香味还不够。现在1年，这个梅子的清香很好喝。然后一定要记得加冰块，一半的梅子酒，一半的冰块，慢慢的品，千万别大口的喝，因为会上头哦。闺女晚安，下次见。我印象中你只退了5年左右。我是5年，我12年到17年，亲爱的。哦，我知道。我回来见你的时候是16年。我知道，但你回归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市场已经变了，就是你其实曝光量没那么高。你直到姐姐的舞台的时候，大家才觉得你重新返回舞台。所以我就说，有的时候观众是有误区的，他觉得你好像沉寂了几年，什么事情都没干。其实我们一直在做事情，做我们喜欢的本质的事情，就是做农妇啊。我知道你在云南吗？对，我在山里待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在国外学习了一段时间。我是真的没有干我自己与本行有关的，完全没干，彻底脱离，以为要改行了，发现别的也不会。你当时想改行什么呢？你做农妇，就是做农妇去了呀。真的做农妇啊，种花、种草啊，种菜啊，然后可以维持生计吗？维持不了啊，就是什么也不会干呐。然后就回来了。哎，你这个人生是大女主的剧本，现在流行的。我本来就是大女主啊，我去考了艺校，全校第1。然后行了，你就是凡尔赛吧你。然后校长老师跑到我家，我爸妈不让去，说你不去就断送了他的那个前途。好，我就去了。然后呢，当了在学校2年，而且是公费生，2年公费生呢，人家很多。你那么小就公费？公费生，别人大部分人都是自费生，我是考的，因为就是只有几个公费生，我是其中一个。然后又怎么样呢？我要去北京，干嘛？我又来北京了。北漂是吗？不是北漂，你是被招到北京？不是，借到北京。哎呀，又扭起来。我唯一的道路就是说，我只有去到北京，我才能实现我要当歌星的梦想吧。因为我去跳舞了嘛，跳了几年，我发现好像不是，我好像要当歌星，好像不是要当舞蹈家，要当歌星。你那时候喜欢哪个歌星？所以你就想像他一样。我没问过你。我要做东方的麦当娜那时候。那你这个歌星，我以为是港台的，原来你搞了个国际级别。我要做东方麦当娜，然后当时的这个是，正在流行的是 Coco 李玟，然后国际上是麦当娜。在那个时候，当然香港还有一位梅艳芳，哇，这几个都是我说我要成为他们，我要朝那个方向去发展。是你自己觉得还是你的？我自己你的同学们都说没有，你就是他。我自己觉得，我被他们吸引，然后我想我在怀化是做不了歌星的。那倒是了，现在不一样啊，现在那个平台，网络平台各种都在哪里都可以了。对，然后就是只有一种可能，被当舞蹈演员借到北京，文工团，然后只有这一个，就是我很认真的跳舞，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只会跳舞，很认真跳舞。所以你那个时候其实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唱歌，只是你想。我知道我能，因为我已经参加了，这个从市里的唱歌比赛，我自己去参加了，先拿个第1，然后再到省里再拿个第1，然后再到全国。我是不知道能不能，但是我去试，我去证明我自己。然后得的这些奖以后，我就觉得我可以，那就去吧，去。但是那时候我作为一个舞蹈演员，其实是一个跑龙套的呀，我就是跑龙套，我是被借过去的，对啊。然后，但是我一定要成为最强的跑龙套的，我才有可能留下来。结果我就成了最强的跑龙套的，然后被一个我觉得到现在我都记得，虽然就再也没有见面的，有一个
特别厉害的，在舞蹈界的叫张继刚的一位，就千手观音，就是他的编导大师、舞蹈编导家。然后他就在众多跑龙套里面发现了我，说那个女孩，我不知道她是谁，她从哪儿来。然后，但是你们要看看，就是你们所有人都跳皮的，都不认真了，丢三落四了，只有她在角落里发光。因为我是跑龙套的，永远在角落，你知道那个幕布最角落里，在那咔咔咔跳。然后所有人开始关注我，注意我，就开始有我就机会了。留下来了。哦，你就正式留下来了。对，但是我留下来是为了唱歌，不是为了跳舞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自己去报名什么青歌赛之类的呀。不是团里送啊？不送啊！我一个舞蹈队的，怎么可能有名额轮到我头上啊？青歌赛拿了第几名？全国10大歌手第11名。卡位失败是吗？没有出团，没成团。对，你知道，但是还是有了很大的转变。那不一样嘛。那时候签约公司了。你喜欢现在的自己，还是喜欢13岁的时候那个的时候自己？我都喜欢。我13岁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女岳飞。你当时可能真的在父母眼里是叛逆，但在现在的观念里就是很有勇气，非常勇敢。我说的那个叛逆，其实叫做就是违背了父母心中的乖孩子。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好的安排，又是你大女主的剧本，自己完全自己做主。今天干点啥呢？今天学了新技能。早上起来我们就去洗头，今天就是围绕我整个头来做的一场深入学习和体验。我一开始是短发，然后想调整我的风格嘛，所以我去接了长头发，因为头发不能一夜之间啪长这么长，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就 follow 时尚，就线下的理发店，就在那一根一根接头发，我接了大概2年的时间，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就是拆头发，我就发现真的不行，没了。头发我跟你说就跟刘海那么一点点，头发垮了，大垮。然后就一直在养护它，就是洗头、按摩、涂精油。然后我给你们看啊，这是我部分护发的，有精油的，然后有头皮精华的，就很多。然后就是发现头发其实你好好护理它，它就跟种小蔬菜、种植物一样，它会再长出来。太开心了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头发跟我一样，努力会有回报的。然后再到后面去中医馆，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医馆，第一次去，让老师把脉，就是我湿气重啊，说了一些小小的病痛啦，我觉得 OK， 咱们说可以扛得住年轻人，然后就快速做了一个针灸，然后回家就和明谦和如今一起吃了顿饭。就是聊了聊，我觉得如君让我比较佩服的是她减肥的经历，就是我是管不住嘴的，我就是饿了就得吃，她还蛮厉害，就控制饮食。而且我觉得更厉害的一个点，就是因为他有在奇葩说之后，他的流量到这里，然后突然有一段时间就是节目暂停之后，他慢慢下来，但是呢，他心态非常好，然后现在就又慢慢又有个峰值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那种起起伏伏的状态。我觉得你是长时间在那个状态里，然后突然间感觉就是那种大学毕业了。对，比大学毕业还夸张吧？24年呢？24年真很久哎。很久。所以在那个训练的时候会期待
退役的那一天吗？说实话会，有个瞬间肯定是会的，越是会累啊。你会给自己一个预期，就到了那个地方 ，OK， 我退役。运动员会这样吗？不会吧？因为运动员一直都想，就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台阶，你还会向往再下一个台阶。而且就是我们的这个比赛是周期性的，当你拿到了这个冠军之后，你就会想要拿到下一个冠军。但是无奈就是这每个运动员都要经历他退役的时间嘛，因为就是身体的机能一定是会一年不如一年的，所以说你每个运动员都要面对就是退役的那一天。退役之后会迷茫吗？就感觉突然间就没事干了。突然之间世界变安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以前在队里面，你想想看，都是每天都30-50个人在你耳朵边上吵，我就会觉得，哎呀，他好烦啊，哎呀，怎么，但是我现在就很想念。我有一段时间情绪非常的差，就晚上一个人会在家哭。你会在家里哭？对。然后就找方式方法嘛。那我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方式，就是我启动了我的那个星球计划公益项目，我就希望把我职业赛场内的一部分的精力，把它放到了就学校的球场上。我们也在做公益嘛。Never 你知道吗 ？Never 做了那个 IP 嘛，就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品牌，然后呢，我们跟熊爪咖啡，你应该知道啊，我知道，就那个门洞出来，就很治愈的那个。对，它里面其实都是一些，比如说视障，然后聋哑，所以没有办法对话，所以它以这样熊爪的一个方式，出来跟客人。我知道。然后我们公司就跟熊爪咖啡的创始人一起合作，然后 Never 那个咖啡店也都是视障人员，或者是，所以我们点单就是要用手语，你好，对，然后要一杯什么美式啊，冰拿铁那种，就会跟他，就是让他们会有多一些工作机会。对，然后我们的咖啡豆就是选择云南那边，然后那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一些。这样不太方便的，就是种植咖啡豆的那边那些人也是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对，没有办法。哇，就比如说可能，比如说像。所以你那个公益完事儿，你自己都要去吗？对，我已经去了25所偏远地区的学校了，1年。对，我们目的是去100所。哇哦，很酷哎。哎，所以这件事是你主导，对不对？还是你自己就想做？我想完全是我自己想做，然后呢，去找了合作的基金会，然后也合作的单位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促成了。但这件事完全没有收益怎么办呢？不用收益啊，就是做公益。但是我希望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星球计划的活动，公益的项目，能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踢到球，因为其实你们可能不太能够理解，就是偏远地区的孩子有很多都是留守儿童，他们的业余的生活和时间其实很枯燥，然后让他们丰富一些，对，让他们学一些东西，对。然后就造一些那种训练场地，造球场，对，然后我带他们去上课，然后也会画画，然后跟他们玩，然后也会家访。你看，你觉得多造一个球场对你的那个意义和成就感会？当然，获取来源。当然。所以你现在会把自己定义的工作是博主。或者是我不知道，有的时候会很混乱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现在是处于是什么身份，可能公益人吧，但我希望我一辈子都是球员。这样有的时候我确实是很难定义。我觉得你也是，就是退役之后去参加浪姐，就感觉是一个新的环境，然后做的事情也是你相对还没那么擅长的。对，有挑战，都是第一次嘛，都是。但其实你做完回头看，还是觉得哇，幸亏当时做了。就很庆幸当时还有，但我不知道我到40岁，我到50岁有没有这样子的勇气吗？对，我说哦，比如说40岁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差不多，我可能人生或者是差不多了吗？我觉得现在也蛮舒服。所以50岁的期待是？50岁的期待是，组一些老年团一起去环游世界，看看什么世界杯啊，然后欧洲杯啊，然后去看看世界各地的那种音乐节啊，这种吧。所以你觉得50岁的那个时候，就是应该更加要在享受，对。然后把这辈子赚的钱都花光，然后但你此刻的旅游是想睡觉，50岁的旅游是想开着房车出去玩。对，所以我是憧憬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压力了，我不需要赚钱，我不需要再搞事业，我只需要把我50岁之前搞事业赚的钱花光。马上咱们还有15年，加油！所以现在多努力赚点钱，未来可以多去几个地方玩。我觉得50岁的时候，我不是一个人。
我不是一个人，我是一个人。我脑海的画面不是我自己有多成功啊，我觉得我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开心的家庭，儿孙满堂那种。我就50岁，我得要有儿孙了吧？50岁，我想想。哦，那我觉得确实蛮急嘞。所有女生，所有男生们，你们的电子闺蜜来喽！每周二中午12点，会员尊享正片上线 ，SVIP 抢先1周解锁下期正片内容。每周一中午12点，超前营业，闺女和她的朋友们。每周三中午12点，会员加更。每周四中午12点，闺女生活彩蛋放送，让我们一起好好爱自己吧！